片场一句与 quote 卡与 quote 喊出来的瞬间，所有人都以为这场戏结束了，摄像机关了，灯光暗了，故事也该停在这里了。可没有人注意到，就在导演转身去看回放的那2秒钟，刘宇航的手已经搭上了翟一莹的肩膀，一件外套无声无息地披了上去，袖口还仔细地卷了2圈。这不是剧本里写的，这是没有台词的那部分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段花絮流出来之后，评论区直接炸了。如果你也刷到过初次尝鲜，那你大概已经知道这部戏有多疯。上线24小时，热度冲到7277万，直接空降热播榜第2。2周之后，播放量破了3亿。抖音上那个话题阅读量堆到了15.6亿。翟一莹演的荣微月，刘宇航演的傅成舟，一个是被债务缠住的职场新人，一个是嘴上逼债心里护短的航城首富。台词里全是算计，可眼神里全是心软。观众一边追剧一边说，这2个人的糖甜的不工业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，因为真正让人上头的从来不是剧本写好的那些吻戏和告白，是那些没写进剧本里的部分。是刘宇航为了拍与 quote 跪榴莲与 quote 那场戏，真的跪倒在87个榴莲壳上，膝盖淤死了3天，事后只是苦笑着说一句，以后看见榴莲就 PTSD。 是他明明在演一个放下尊严的霸总，可镜头外的那份认真一点没有在演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。花絮里有一段2人的身高差被扒了出来。刘宇航189的身高往那一站，翟一莹整个人几乎被他罩在阴影里。有观众截了一张拥抱的镜头，说他的手臂比他的身高还长。这话本来是句玩笑，可评论区里越来越多人开始一本正经地讨论一件事，这真的只是在演戏吗？你猜怎么着，越扒越上瘾。有人翻出了2人在片场互相举着手机给对方拍照的画面。翟一莹举着手机，笑着让刘宇航站好，说角度不对重新来。刘宇航也不嫌烦，1次2次3次的配合他调整站位。轮到他拿起手机的时候，翟一莹反而有点不自然的躲镜头，被他一句与 quote 别躲很好看与 quote 给劝了回来。这段花絮流出来的时候，标题只有4个字，公费恋爱。评论区里有粉丝说，我磕的不是剧情，我磕的是这2个人在镜头关掉之后还愿意多看对方一眼的那份自然。也有人说的更直接，说真的，这种默契演不出来，装是装不到这种细节的。如果你也觉得这2个人的糖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的是他们被爆出2搭的消息。新剧《明日如昼》的阵容名单一放出来，翟一莹和刘宇航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同一张海报的候选名单里。这下评论区彻底沸腾了。有人翻出旧账，说他们上一次合作杀青饭局上2人碰杯的画面，笑得比谁都自然。有人说这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，这分明是老朋友的默契。直到多年后大家才知道真相，这句话本来是用来形容那些被岁月证明的感情，可放在这2个人身上好像也说得通。因为观众发现，从初次尝鲜杀青到这次2搭的消息传出，中间隔了不算短的时间，可2人的互动一点没有因为不在同一个剧组而变得生疏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2人私下其实经常保持联系，甚至互相在对方的社交平台留言互动。这话真假难辨，可评论区里已经有人开始一本正经地做与 quote 考古与 quote， 把2人过去几个月的每一次隔空互动都截图整理了出来。换作是你会怎么选择？是当作纯粹的营业一笑而过，还是像大多数观众一样心甘情愿地相信一次？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更愿意相信哪一种？说真的，短剧圈里 CP 炒作这件事早就不是秘密。大部分的与 quote 戏外糖与 quote 都是团队精心设计出来的营销素材，为的就是延续剧集的热度，把观众的情绪从荧幕内一直牵到荧幕外。这一点翟一莹和刘宇航大概心里都清楚。但这一次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因为你会发现那件披在肩上的外套，那次没有被要求的互拍，那句与 quote 别躲很好看与 quote， 这些细节太小太自然，小到不像是安排出来的表演。
他们更像是两个长期合作、彼此信任的人，在镜头之外下意识流露出来的默契，这才是最让人心动的地方。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，也不是刻意营造的浪漫，而是那种与 quote 我知道你会接住我这句话与 quote 的自然感。就像剧里傅成舟说的那句台词，钱我有，人你要，放在现实里好像变成了另一种说法，镜头我有，你站好，我来拍。翟一莹和刘宇航之间到底是纯粹的职业默契，还是真的擦出了别的什么？恐怕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，就连他们自己可能都很难说清楚，哪一部分是角色带来的惯性，哪一部分是真心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观众愿意为这份与 quote 不确定与 quote 买单，愿意在评论区一遍遍讨论，愿意在深夜刷到花絮的时候忍不住截图分享给朋友，说你看，这也太甜了。这大概就是这个时代观众最真实也最诚实的心愿。我们或许已经越来越难分辨，镜头前的一切究竟是真情流露，还是精心设计？到底是发自内心的悸动，还是团队策划好的剧本？娱乐圈里的每一次对视，每一个拥抱，每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都可能被无限放大，也可能只是为了节目效果。可是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愿意相信。不是因为我们天真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容易被骗，而是因为在那个短短几秒钟的瞬间，我们真的看见了眼神里的温柔，笑容里的真诚，以及那些无法完全用演技复制的细微情绪。也许真相并没有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一刻带给我们的感动是真实存在的。哪怕后来有人告诉我们，那只是营业，只是宣传，只是为了流量，我们依然会记得当时的自己曾因为他们的一个眼神、一句对白、一次默契而心跳加速。其实观众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，我们知道娱乐圈有规则，也理解明星有职业需要。营业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毫无温度；剧本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真心。真正能够打动人的，从来不是刻意制造的糖，而是在无数细节里不经意流露出的真实。一个下意识的保护动作，一个忍不住扬起的嘴角，一次眼神停留的比别人久一点，这些细节往往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。所以大家才会一遍遍回看那些片段，一次次分析那些细节，希望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也许有人相信他们是真的心动，也许有人坚持这一切只是营业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，而这恰恰也是追故事最大的乐趣。因为没有标准答案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理解，也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期待。或许很多年后，当我们再次回头看这些画面，真正留在记忆里的，不一定是谁和谁最终走到了一起，也不一定是谁辜负了谁，而是那个曾经愿意为一个故事驻足，为一份情感共鸣的自己。毕竟，人们真正向往的，从来都不是完美的结局，而是真诚的瞬间。哪怕只有1秒钟，只要那份心动是真的，那就已经足够值得被记住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。那么，你觉得他们之间到底只是营业，还是早已悄悄动了真心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，说不定你的一个观点就能让更多人看到完全不同的角度。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，我们下期继续，一起揭秘更多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故事。